当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三个头领已经起来，牵过马匹出院子巡视。村头上发现十几头陌生狼的尸体，那4只黑水独狼统领着辽地刚过来的近20只独狼，组成一个大家庭，在村头享用2只黄羊。那4只黑水狼已经吃饱，在狼群周围维持秩序，指挥其他成员按照等级秩序先后运餐。通过狼语询问，春兰告诉石头和爱江，昨晚有10几头来自黄河对岸的狼群追逐着一群黄羊进入他们的领地。这些狼身上几乎都有人血的气味，他们吃的黄羊也都是那些狼杀死的。他们又与其他的狼群合力杀死了大部分的入侵狼，还有一部分逃过冰面回到对岸去了。春兰一行人继续巡视，又发现很多陌生狼的尸体，还看见几只雪豹和黑熊在吃着这些狼的尸体。荒村里剩余的粮食也快吃完了，众人身上的虱子也多了起来。于是春兰、石头和爱江商量之后，决定让族人们赶车回黑水侯家集。他们3个骑着自己的坐骑去兴庆府。石头一行3人骑着他们的坐骑，带着3头愿意继续跟随的黑水独狼向西南方向缓缓而去。3个人来到兴庆府南郊孩子被狼叼走的村子里询问，村子里的人说这里就发生了这一次狼袭击人的案件。村民们为此在周围布置了一些陷阱，但是只抓住2头瘦弱的母狼。3个人向村民买了那2头母狼，春兰和那3只黑水狼花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终于收服那2头母狼，加入自己的战队。3个人又去了不远处的大佛寺询问，那寺庙就是前不久晋王母妃来礼拜，在回归路上遭遇狼群围攻的寺庙。寺里僧人说，狼群围攻香客的麻烦在这里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并不是很频繁，而且这些狼仅仅追逐香客戏耍。但是上次攻击老王妃的那几只狼的确咬死咬伤过人，现在那几只狼已经被一小队军士在猎户的帮助下全部搜索射杀，几个本来不攻击人的本地狼群也遭到灭族。现在这里很少见到狼了，狐狸却比以前多了很多。不过这些狐狸并没有给这些百姓带来很大的麻烦。3个人在寺庙里住了一夜，偶尔听到他们自己带来的河边独狼的几声吼叫，反而感觉到更加安静。醒来后3个人又发信号聚集狼群，向南方又行进了100里路，在一孔被废弃的窑洞里凑合了一个晚上。春兰索性让所有的狼都跟人挤在一起睡，大家每个人抱一头狼，感觉到狼的体温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温暖，而且又能够听到狼的心跳，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舒服，睡得非常的甜。正当大家都睡得正香甜的时候，窑洞外面狼的嚎叫突然杂乱起来，又传来很多陌生的狼嚎。守卫窑洞门口的老公狼冲着窑洞里面嚎叫，春兰带着其他3只狼赶紧冲出，结果他们发现10几头自己从河边带来的狼集中在窑洞前面，呈半圆形护住窑洞和牲口。不远处有数不清的蓝绿光点，借着月光，石头看到那是不下于50头的狼群，正在对着自己的10几头狼示威。石头、春兰和爱江于是取出神臂弓，瞄准射击。1个时辰之后，那狼群损失了差不多1半的成员，终于撤离而去。估计几只最凶悍的头领被3个人射杀了。黑水狼带领这一路收服的独狼们追击出很远。第2天，3个人检查窑洞周围，清点死狼，发现这些狼似乎并不是辽国和金国方向来的，而是来自大夏和大宋的边境地带。3个人终于明白，这些吃人狼实际并不是外来品种，而是夏国本土狼群。因为这些狼吃宋夏战争中死伤的士卒而变了性情，很可能距离2国交战地越近，攻击人的狼群越凶恶。那个晚上，3个人继续抱着3头狼，在一群狼中间睡着了，睡得非常的踏实，又听着狼的心跳，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幸福。
因为太热，三个人慢慢的都把衣服脱掉了，几乎脱到了一丝不挂，而且有时候也相互抱在一起。石头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跟平时不太一样，也许俩傻丫头也感觉到了吧。其实这三个孩子都早熟，古人都早熟嘛，都知道这咋回事，但是谁也不敢跨出第一步。天亮的时候，石头有些后悔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昨天晚上毕竟太累，而且自己还是有贼心没贼胆啊。这样想着，石头感觉到有些惆怅，于是唱起了他在前世他爷爷教给他的一首歌。上起了个沟上，望呀平川，平川里有一朵牡丹，看起那个鲜艳，这去个难，这不到手这忙，也是个枉。